好，我们继续画这个3尺整张的哈，画3尺整张。好，3尺整张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那3尺整张是100乘以50。好，看一下画一个什么样的构图。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画点山石，好吧？画点石头。这个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石头啊。然后石头上面，这有一朵花，叶子。然后这上面再来一朵啊，再来一朵，也加上一些叶子。当然这叶子啊，枝干怎么长？这里可以来一个小花苞出来。看情况啊，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就加；不需要就不加，或者是我们加一点什么小动物之类的也可以啊。加一个只什么鸟在这里这个地方也行哈，也行。那我们这一幅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鸟类的东西。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如果太宽的话，留白太多的话，可以加一点点啊。好，来找一朵花哈，咱们来找一朵花，看一下找一朵花来写生。好，那么我们就画这一朵好不好？画这一朵。好，这个其实它也是算是一个塔式的了，红色它也是红色系。画这一朵好不好？来，咱们画这一朵。好，这朵花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好不好？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呢？底色太白加3绿，太白3绿加胭脂。好，大家看一下这一朵花用什么颜色？大家看一下这朵花用了什么颜色？朱砂大红属红。好，朱砂。我觉得还是还是要用一点点玫瑰红啊。然后朱砂。咱们用牡丹红。用牡丹红属红。胭脂。其实用什么颜色都不重要，大家不一定追求跟我一模一样的颜色，好不好？就这些颜色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要加一点太青蓝，或者是加点三青都可以哈，可以加点三青吧，辅助颜色加一点三青，然后加一点点焦茶吧，加一点焦茶。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花的颜色先调上。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啊，先调底色哈。底色还是太白3绿，还有胭脂，太白3绿胭脂。好，来加水。
们现在来调底色啊，先调这朵花的底色，底色是太白、三绿还有胭脂。我们把这个底色颜色稍微调深一点哈，就是这个三绿和胭脂调多一点点啊，它会更透一些。它干了之后，因为你没有调那么白，没有调那么深的话，白干了之后它会显得更加白。好，这个底色要调的跟这个白纸它有明显的色差，明显的区别。好，再加一点啊，多加一点没有关系啊。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刮掉。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我们放到一边备用啊，放到一边备用。然后今天这一朵花，把今天这一朵花要用的颜色先给它放好。朱砂、玫瑰红，玫瑰红，先来玫瑰红。曙红胭脂，胭脂三青和焦茶，来焦茶来一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哈，玫瑰红、朱砂、牡丹红、曙红、胭脂，这是三青和焦茶，三青和焦茶。好，这个是颜色啊，我们这朵花的颜色。那我们先来调一下哈，试一下哈。好，调一点点玫瑰红，调一点点玫瑰红，调一点朱砂，调一点朱砂，然后调这个牡丹红。每种颜色碰撞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哈。牡丹红、曙红，就是你们哪怕这些颜色你们少一个颜色都没有关系，或者是你们换别的颜色也都可以，就不一定说一定要跟我一样的配色。所有配色只要你调均匀了啊，只要你把颜色调均匀啊，配色都好看，好不好？那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子的，微微你不同的会微微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只要调均匀了都好看，好吗？都好看。好，这个颜色就可以了。那我们来我们的纸。好，我今天用的还是我们的这一款夹轩哈，夹轩纸。就是我们新人都用夹轩纸哈，我们折一下中线的位置，找到中线的位置。好，来折下中线的位置，找到中线的位置，我们先来安排啊，看一下是先画一个山石，还是先画一个山石吧。好，先画石头吧。这个石头可能要画的比较大一点点啊。镜头也放高一点点。好，这个石头可能都要画到中线以上啊，中线以上。这个是中线啊，往中线再往上一点点。那石头的用墨一定要注意它的用墨色的一个变化很重要。好，我们用这支画叶子的这支笔来画叶子的这支笔，先洗一下笔，然后蘸一点点墨。另外来一个空盘子啊，空盘子放到这边，
空盘子放在旁边，有的时候你要去调一下它。来一个废纸吧。好，放一个废纸在旁边。有的时候你这个笔上的墨太多了，你就在废纸上去沾掉一下。好，再加一点点墨，看一下。好，画一个大一点的石头。好，笔上干了，我们加一点点水，再调一点点淡墨。有一些横的纹啊，用这个墨，用这个笔的这个颜色去撑出这种纹路。那不是说每一个石头我们都画成太湖石，这个石头可以画成一般的石头，不画成太湖石。好，沾一点颜色，沾一点墨。好，沾一点点水，沾一点点淡墨。那在旁边的这个盘子里调一点点淡墨进来。好，蘸一点墨，然后调一下啊，调一点淡墨，就是每一次这个石头可以不一样哈。好，再加一点浓墨啊，加一点浓墨。好，笔上太干了，我们加一点点水。笔上干了，我们就加水哈，加水，然后调一点点这个浓墨。然后画出它的这个墨色的一个深浅变化，还有这个石头要画出它的层次。当然，这个水就让它去晕哈，就不用管它。这个水有的时候让它自然的去晕开。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哈。是不是看着这个石头有点奇怪啊？就是石头刚开始的话，它可能每一个石头有的时候我们的石头也不要所有的石头都长一样啊。就是我们画太湖石已经画了很多了，我们就这个石头就画个比较普通一点的这个石头。往上啊，往上一点。
这石头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惊到？会觉得这老师在画什么呀？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在画什么。好，这个石头的根部啊，来这调一点点淡淡的啊，一点点淡淡的墨，有一点点墨就好了。把这一块啊，整体的加一点点淡墨进来。然后用这个浓墨稍微的让它融合进来，调点点浓墨在这个水里面，让它自然散发出去。要有水它才会散发，如果说我们直接用这个墨的话，底下没有水，它是散不开。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浅一点哈，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它是有点这个深哈。感觉这里小了一点，我们再加一点哈，加一点层次进来。好，再加上一些抬点吧，加上一些抬点。这个点的话，不是每个地方都点，那有些地方加上一些点进来。好，这上面也可以加一些点。好，这个层次还可以往后移。好，这石头的话，我们大概就这样哈，石头就大概就这样，就看石头会不会看到。就有的时候石头不用那么细致的话，石头可以。现在这样，石头画出它的这个深浅变化，就是我怕大家不能接受这种石头，有的石头不一定全部都要画成这个，不一定全部画这个什么，不一定全部画这个太湖石嘛。来画一只鸟好不好？我在这里画一只这个叫这个锦鸡吧，锦鸡。来，镜头拉近一点啊，往上拉一下这个镜头。好，画一个锦鸡，在这一块啊，在这一块，咱们在这一块画一个锦鸡，好不好？先画一个先画一个嘴巴。好，先画一个嘴巴。
好，用一点点淡墨啊，大家不要用太浓的墨。画一个嘴巴之后，我们再先画一个眼睛哈，眼睛就在这个嘴巴的嘴巴中间这条线的后面，后边，嘴巴中间这条线的后边。好，画一个眼睛，然后大概的这个形状，我们先，如果说你直接用颜料去画的话，有可能这个形状有可能会掌控不太好啊。那这个头部画一个侧面的啊，头部这里来一点点黑色的啊，黑色的毛。好，然后用一点点这个散锋，把笔的颜料弄的这个没有多少颜料，很少的颜料啊，很少的颜料。用这个散锋啊，用这个散锋，大概的画出这个像这个脖子的这一块啊。这个的话也算是小写意啊，也算是小写意，但是没有那么细致啊，就是不是太写实。如果非常写实的话，就可以画得更加写实一点点。那我们画这个配景的时候，这个物象它不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物象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当这幅作品里面的一个配景，所以说我们不用把它画得太过于细。如果说以后咱们画这个鸟类啊，或者是麻雀什么的，我们把它当做这个物象的这一幅作品里面的主要的景色，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画的更细致一点哈。还有这个脖子，然后到身子这一块啊，身子这块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墨色，调一点点淡墨。好，调一点点淡墨啊，大概画出它的一个形状。那这个墨上待会儿还要加颜色啊，并不是它直接就是一个墨色，并不是直接就是墨色，还要加颜料，还要加颜色。看一下这个身子这一块大概多大？你可以用这个笔画出一层一层的，因为这个宣纸它就是有这种特性，有一层层的这个笔触，也挺好的。好，我们再来一点红色。这个盘子有画画花的这个红色，我们用到一点点。这个肚子这里咱们用一点红色的，用一点珠标加一点红，加一点曙红。珠标加曙红，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加一丁点胭脂，水分不要太大了。哎，这个感觉画这个的时候要往左边移一点点，往左边移一点啊。好，这个肚子这一块啊，不要露出太多了啊。这个是曙红，珠标加曙红哈，珠标加曙红。这个是脖子底下这一块。
好，我们继续来画这个身子的这一块。待会儿大家不用着急哈，就是画画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刚开始画，我们刚开始看它就不像哈，最后都还要再去整理。来，再来点浓墨啊，来点浓墨，画一点这个第二层的这个翅膀。这翅膀伸到哪里了？伸到这里差不多。好，再来一点浓墨，这一边由深到浅的啊，由深到浅的这个渐变色。好，可以一边长一边短啊，这边稍微加长一点点。当然，画动物这些我不是说特别强项，不是特别强项，我们只能把它画出来大概的一个样子。如果说下次画小写意的时候，我们再那个准备充分一点啊。今天没有想到画这个，好，这个后面的这个羽毛，没有刚开始没有想画这个鸟哈，这个是叫锦鸡。好，后面的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尾巴，后面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尾巴，尾巴我们用一点赭石，或者用这个焦茶色也可以啊，直接用这个用盘子里有的颜色，就是用画花的这个颜色，用这个焦茶，用这个焦茶蘸一点点，我看一下蘸一点什么颜色好啊？蘸一点胭脂吧哈，焦茶蘸一点胭脂，这个尾巴很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尾巴画的，就是看它往哪里走，这个尾巴往哪里走。只要直哈，蘸一点点黑色吧，再。这要一笔下去哦，一笔下去。好，一笔。刚刚那一笔要再往后拖一点就更好啊，拖的有点少。再来一点焦茶，来一点这个胭脂，加一点点墨。好，再来一条，这一条不要太长，大概到这里来哈。来一笔，哎，再来蘸点墨，再来一笔。三笔是不是就够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就3笔可以了？3笔就可以了，感觉它有点瘦。我是不是觉得画的，是不是觉得是我感觉画瘦了一点啊？要不加胖一点啊？就我画鸟，感觉我每次我就想把它画胖一点。
感觉加胖一点点啊，把它加胖一点点。好，这里稍微加胖了一点点啊，稍微加胖了一点。哦，我们再加一点颜色，6根羽毛，6根就看得到3根呗，我们就看到3根，觉得再画多了感觉有点不好看了，奇怪了。6根的话，因为就是我们不一定全部看得到嘛。好，这个羽毛，这个后面这个羽毛里面要画一些纹路啊，要画一些纹路进来，它有点花纹。这个花纹它是一些不规则的这些花纹啊。就是随便扭吧，随便扭几下就可以了。不规则的花纹。好，然后，我们这个盘子里面有黄色的，我加一点藤黄、鹅黄，好吧？加点鹅黄和藤黄。锦鸡的话，它肯定是锦鸡都是很漂亮的颜色，颜色都很鲜亮啊。我们把它画多一点颜色啊，把它画美一点。锦鸡的颜色是很漂亮的，再加点3绿啊，3绿，再加点3绿进来，待会儿。好，我们先用一点藤黄啊，先用藤黄，笔上稍微干一点啊，不要让颜色晕得太开了。先画一层藤黄，这个尾巴这里来一点藤黄，然后再加一层鹅黄啊，再加一层鹅黄，这样子颜色让它有一点深浅的这种变化。有一点慢慢由深到浅，由鹅黄到藤黄的这种变化在啊。好，然后这个地方也来也先染一层这个薄薄的一层藤黄，这个脖子这里啊，脖子这里先来一层藤黄。然后我们再用鹅黄加深，加花的啊，加成花的，就你这样子去打括号，在里面打括号，这样子让它颜色层次多一些，感觉它的羽毛是有层次，不要把这个鸟，即使我们画的比较稍微的没有那么细致的小写意啊，大一点点的小写意，我们也要把它的这个什么画出来啊，就不能把它画的更看着像一个平面的啊。然后我们再加点焦茶啊，加点焦茶，这个有一些地方暗一点的地方再暗一点，哎，还是焦茶还是觉得暗了一点，还是赭石吧，还是赭石吧，再来一点赭石哈，亲爱的家人们，来一点赭石。好，这个鹅黄再多加一点点啊，然后我们来一点点赭石哈，来一点赭石，把这个更暗一点的地方再来暗一点点啊，让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深浅变化，一个颜色的一个层次。好，包括这个脖子下面这里也是可以来深一点。你看这个地方它会更浅一点啊，慢慢由深到浅的这个渐变。那么画牡丹花要画出它的颜色层次，那画鸟也是一样。
也是要画出它的颜色的一个层次出来。好，这个地方还要再处理一下啊，这个地方还要处理一下。然后我们蘸一点浓一点的墨啊，蘸一点浓一点的墨，在这里面画一些花纹，把这个笔弄散一点哈。好，把笔弄散一点啊，不要太实了。我们画写意的，不管画什么，不管你以后画孔雀啊，画任何鸟啊，你在画它羽毛的时候，不要把笔都用成实心的，我们要画出这种散锋的这种笔法，你知道吗？看到吗？这种散的笔要弄散它，不要画成实心的，好不好？不要画成实心的，画实心的你就画，就一看就怎么样，就特别俗气的那种感觉出来了，知道吧？好，这里画了这种羽毛的这种状态，然后再点一点这个三绿进来，再加点三绿。这个三绿我们不要加水啊，直接是这个覆盖力的三绿啊，有覆盖力的三绿，厚一点的三绿进来啊。然后你不要太平均了啊，也是一样啊，要由深到浅，慢慢的一个渐变啊，从外围。好，要扦擦啊，要有错开，不要对齐，然后慢慢越来越少的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好，这样差不多哈，把这个最中间这里再来深一点哈，再来浓一点，这样子它的只用一个颜色，就用这个三绿，也一样把它的这个层次，就光用三绿也一样把这个层次给体现出来了。好，我们再把这个头这里啊，这个头这里加一点颜色，也是一样啊，调点藤黄，调一点鹅黄。然后调一点这个赭石，笔尖可以加一丁点交叉，由深到浅啊。笔上的颜色是藤黄、鹅黄、赭石交叉，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就是一笔成一笔。好，这个头部这里哈，头部，这是头部这里，然后底下这里呢？底下这里应该是白色的，是没有太白，好像哪一只太白？这个地方是白色的，嘴巴画什么颜色呢？来一点白色，白色这里，我们待会儿这里画一些什么草之类的，给这个白里面有点黄，笔上没有洗干净啊，土黄色的嘴巴。这个白色直接留白就可以了哈，直接留白就可以了。这一块啊，这个脖子下面这里这个白色，白色。来，我们土黄色，我们先用，既然是土黄色，那我们先用一点点鹅黄画一下，然后笔尖再用一点点这个交叉。笔尖用一点点交叉，让它由深到浅的渐变啊。从这个嘴巴的尖尖这里，让它由深到浅的渐变。然后如果说底下还太，就这样也行哈。这嘴巴就这样也行啊。加一点点白哈，加一点点白。加一点白，让它渐变啊，让它从这个黄色变成白色的这种
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好，这里还是来一点点黑色的，点个鼻孔。好，差点忘记了。好，是不是这样可以了吗？感觉这里这几个再长一点点啊，颜色再深一点。再画一条腿啊，画一条腿还是2条腿？露出来，我看一下从哪里露。来，把这个腿画在这里啊，用点交叉吧，用点赭石一点交叉来画腿。会不会画的有点粗了？是画的短了一点点啊，然后再用黑色的画一点点眨。黑色的画一点点纹路出来，不要太浓了。这腿瘦不瘦？会不会有点瘦？好，再来还是来这个交叉哈，还是来交叉。然后这边的腿呢，露一点点出来吧，露一点点出来。好，这一条瘦了一点点，加宽一点。好，这样可以吗？这样走可以吗？这姿态行不？这姿态行不？应该画一只，好像少了，太孤单了，太孤单了。再来一只，在旁边再来一只，再来一只，给它做一个伴，好不好？要不要再来一只，亲爱的家人们？咱们这个没有特别小写意啊，稍微大写意一点点啊。这个也算是小写意啊，还是算小写意。好，这里画一只，跟它相望。这个笔上是胭脂啊，是红的。眼睛。这只特别要小心一点啊，形状不好掌控，要跟它相望。这个头往这里，身子不能往这里，身子要往这边。头，眼睛看着它，眼睛跟它相望，但身子呢，身子要往右边。好，先来一点点淡墨，先用淡墨慢慢去画它的形状，好不好？大家不要一下子太快了。好，慢慢画出它的形状。
好，脖子在这里，然后回过头来，让它感觉有一个回头的这种状态。用淡淡的墨，用这个散锋去画，先大概去把它的形去找一下。好，这个身子。好，慢慢的淡墨啊，这一支的话，感觉更不好画。好，先来一层淡墨。好，再来一点稍微浓一点点的墨啊，稍微浓一点点墨，但是也不要那么浓。好，基本上它睡在这里啊，睡在这个地上啊，这只让它有一点这个睡在这个地上的这种状态。然后后面的基本上我们看不见了啊，藏在里面，藏在后面。待会儿这里画一个草坪，哎，这里待会儿画一个草坪，那我们就看不见了。把这个画不好的就把它看不见。好，这个上面要加深一点啊。也要让它有点由深到浅的渐变。来，刚刚这里特别浅的，我们慢慢可以把它加深一点啊。加一点毛。慢慢，现在来定它的形啊，刚刚的形，我们没有仔细去找它的形。这个头这里再往上来一点。好，这个后面来一点这个耳朵后面来一点这个胭脂红色的。这个眼睛后面啊，眼睛后面来一点红色，红色的毛，加一点白色的。
来这个毛发的这里，我们稍微加一点点啊，加点羽毛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一块啊，这一块就是白色的，脖子这一块就是白色。然后身子的话，我们再用一点浓墨，还是一样哈，用一点浓墨点一些花纹出来，就不要让它是橙的、橙色的，点一些花纹。好，这身上这些羽毛这里点一些花纹进来。好，然后看不见了，后面看不见也加一点黄色进来，在它的羽毛后面来一点点黄色进去。再还是一样，把嘴巴处理一下，嘴巴来一点赭石，来一点点墨，太深了这个墨。墨有一点点晕开啊，待会儿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用浓墨再把它的这个轮廓再勾一下。等它干了之后，把轮廓再勾一下。好，就这样吧。好，这两只这个锦鸡就可以了，锦鸡就可以了。那这个石头还要等它干。当然，我们这里画一点草坪，画一点小草坪。草坪为什么现在不画？就是现在画的话，主要是我们要配景啊，看上面的这个空间去配啊。所以我们先不画它，我们先把它留着，草坪我们最后再整理。好，开始画牡丹花了，亲爱的家人们，来开始画牡丹。在这个石头的上面啊，画牡丹。好，挨着这个石头的地方画牡丹。好，我们开始画花了。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好，就在这个地方啊，在3的这个角这里啊，开始画这一朵花。先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然后调这个朱砂，薄薄的一层哈，都不要调太多了。调朱砂，然后调这个牡丹红，然后调曙红。颜色还是调的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啊，由深到浅一个渐变。胭脂我们现在不用哈。好，来从这里开始啊。来，花瓣可以多几笔去点，这样子出来这个花瓣，它不会它的变化会更多一些。好，笔尖再来加一点点曙红。哇，这一笔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所以你看这一笔有一点点不够均匀，但只有偶尔一笔不够均匀，不影响哈，不管它。来，再加一点曙红。
好，继续来调这个玫瑰红，调一点朱砂，调一点朱砂，把颜色往上调一点点哈，往笔肚再往上调一点点，不要只在笔尖上，颜色不能只在笔尖上。如果颜色只在笔尖上的话，这个花瓣就画完之后它有点发白。好，这里可以多来一些层次啊，多来一些层次，再来蘸一点点曙红。这一笔颜色不够均匀的，咱们复一下笔啊，复一下笔。好，来这画一些更小一点哈。那现在我们能看得到这个花心哈，花心在这个地方，花心在这一块啊，亲爱的家人们，这个花心在这一块。然后我们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了哈，有点干，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好，再来蘸一点曙红，蘸一点曙红，颜色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中间这一块啊，离着花心这一块，我们可以把颜色画深一点哈。然后各种各样的正反瓣，各种各样的正反瓣，有深有浅。好，补充一点曙红。有一些花瓣让它包起来哈，再来补充一点曙红，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好，现在画的所有都是反瓣啊，就是搭这个花的架子啊，搭架子。好，再来补充点颜色啊，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点牡丹红，补充一点点牡丹红。这边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稍微浅一点点，咱们不要补充那么深的颜色。好，这个反瓣也稍微浅一点点啊。反瓣也浅一点点。好，这里面再来一个花瓣啊，这个后面再来一层。好，让它层次更加丰富一些啊。好，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看中间这里，这两个花瓣有一点平行啊，有一点点平行，咱们把它拉一下，把它拉一下这个平行，然后
这几个花瓣的宽窄都差不多哈，把这个花瓣加宽一点，加宽一点哈，加宽一点，让它有区别哈，有区别。再来补充一点哈，补充一点牡丹红。好，这里再来一个小小的。好，基本上这个架子打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这上面还可以再来一些。就想要它层次更丰富一些哈，还可以再加一些。好，可以了啊，基本上可以了。基本上可以了，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子，这是一个塔式的，塔式的两边的花瓣尽量是不一样哈。然后我们开始补充正瓣，笔上干了，我们先来补充一点底色。好，调一点玫瑰红，调这个朱砂，调牡丹红，调牡丹红，然后调这个曙红。好，颜色往上一点哈，现在补充正瓣，颜色多调一点哈，多调一点，调久一点，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然后笔尖上可以蘸一点点胭脂了，这个时候可以蘸一点点胭脂。然后补充正瓣，好，这些缺口里面啊，这些白的这些缺口里面啊，都需要去补充上这个正瓣啊，补充上最深的颜色。好像这些缺口里面没有办法大笔一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好，补充一点点胭脂。好，补充正瓣。从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哈，这样子补充了一个正瓣，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来这些缺口继续来补哈，要让它整个花显得有层次，我们的颜色要有层次，知道吗？这个我们一直讲课的时候一直有给大家讲哈，颜色的层次变化。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的层次出来，这个花的颜色层次就出来了。每朵花一个花瓣有颜色的深浅变化，整朵花它也要有颜色的深浅变化哈。所有家人们学习一定要学方法，要打基础哈，基础打扎实，你这个作品你才画得好。如果基础没打好，你一开始学习你就画作品。这个要看自己的能力哈，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是可以的话，你一开始就画作品，你能学好的话，那当然是好了，是吧？那有些朋友说我怎么总画不好？为什么我总画不好？就是别人可能比我后学的，现在都已经，别人比我后学的现在已经超越了，为什么总是超越我？我总是画不出那种感觉呢？那我一问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没有学基础。那为什么不学基础的？我们的课程里面给大家设置的这个基础，那不是给你们玩的，还是给你们学的，亲爱的家人们。所以学习你，就是你不能急于求成哈，知道吗？所有家人们学习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好，补充一点牡丹红，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是不是有些朋友会急于求成？好，来继续来补充侧锋行笔哈，把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侧锋行笔哈。你看笔尖在上面的一个花瓣的边缘，笔肚沿着这个笔肚这样子走哈，走出一点点变化。这个小花瓣你没有办法画出它的变化，但是如果说你画大花瓣，你要有这个停顿的这种动作。好，这个可以包过来一点点，哎，包过来一点点啊。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啊，越到底下的花瓣，我们的胭脂可以越来越多一点点啊，胭脂可以稍微多一点，让它花瓣暗一点点哈，让花瓣暗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好，侧锋行笔啊，走走走，停，可以再点一下啊，让这个花瓣让它有一些这个变化。
没有画到位的，可以稍微用笔尖去点一下下。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你看底下这些花瓣，我胭脂加的更多一点，它的颜色整体会更暗一些。好，现在我们再补充正斑啊，这个是塔式的，家人们想看塔式的。我们今天的这幅作品也是还是挺丰富的啊，里面有山，有锦鸡，还有这个花。好，补充多一点曙红，再补充胭脂啊。到上面的这个就不要太暗了，慢慢这里是变暗，到上面我们要深，颜色要深，但是不能太暗了啊。好，还是补充曙红，补充胭脂。这个上面的地方就是曙红多一点哈，曙红、牡丹红多一点，胭脂少一点点。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曙红多一点，它这个颜色就会显得更加鲜艳；胭脂多了，它会颜色会显得有点点暗。好，补充一点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把这些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然后这中间是最深的，最深的我们已经就画完了。现在我们笔上不要那么深的颜色了，亲爱的家人们。现在笔上不要那么深的颜色，我们现在把笔去洗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花真的是每一朵都是不一样，即使我们画同一朵花，也是画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好，洗了笔之后，我们重新把这个底色再来搅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底色还可以再深一点哈，怎么深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胭脂进来。好，垫一张纸来调啊，等一下把这个一不小心把它泼下来就麻烦了。再加点3绿进来，把底色再调深一点哈，亲爱的家人们，把底色再调浓一点。好，再加一点3绿进来哈，让这个颜色更灰一点哈。好，还是一样啊，画的时候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还是一样哈，先调一点点玫瑰红，调一点点朱砂，调一点牡丹红，一丁点曙红哈。颜色很少哈，亲爱的家人们。水分有一点点大，我们吸掉一点点哈，不要太大的水分。来补充上面一层的这种虚一点的花瓣。好，稍微笔尖沾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
笔尖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蘸一点点牡丹红，蘸一点点曙红，让它由深到浅啊，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把它体现出来。好，慢慢变浅的这种颜色。好，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牡丹红，补充一点牡丹红就可以了哈。这边的颜色，曙红也可以加一丁点啊，不要加太多了。这边的颜色它会越来越浅啊，加一丁点曙红，就是笔尖上稍微有一点点深色。啊，包括这种补正瓣的颜色也是比较浅一点点，整体的颜色都是浅的。好，现在笔上有点干啊，有点干，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好，到下面的花瓣，我们里面蘸一点点啊，蘸一点点三青。好，蘸了一点，蘸一点三青，蘸一点玫瑰红，各种颜色都调一点点哈，每种颜色都调一点点。好，笔尖的颜色有点深，这个花瓣还可以往外扩一点点啊，稍微大一点点。把这个缺口里面再加一个花瓣。好，感觉这里还要加一个深的花瓣啊。我们再来一点玫瑰红，来一点这个朱砂，来一点牡丹红，加点曙红，加一丁点胭脂哈，把这个花瓣这里再来一层这个深色一点的花瓣。啊，这个花瓣不要太圆了，不要太圆，这里加一层深色一点的花瓣。好，我们这个花瓣底下这里再来加一个反瓣啊，再加一个小反瓣来。好，这里底下再来加一个小反瓣，底下这些颜色会越来越深哈，会越来越深。好，现在洗一下笔啊，洗一下笔，我们重新把这个底色再调一下。好，还是一样啊，调一点三青进来，
笔肚里面加一点三青，加一点三青，加一点这个玫瑰红，玫瑰红加这个朱砂、牡丹红，这颜色都调吧。这颜色可以有一些可以不调啊，比如说中间有曙红有牡丹红，你可以只调一个曙红就可以了。然后胭脂哈，然后胭脂。好，底下的颜色会深一点。来，再来沾一点点胭脂哈，再来沾一点点胭脂，这边再来一层花瓣。好，这里再来一层，这里来一层，后面还要再继续啊，再加层次，后面再来加一点这个，加一点三青，调一点三青，我们可能后面这一块只加三青啊，加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就三青和一丁点胭脂都可以，不要太深了哈，这个颜色。看看这个花瓣到哪里好。好，点加推哈，点加推，不要就一直推，一直推这个花瓣可能推的没有太多变化，要点加推，有点有推，这个花瓣让它画的更加有变化一些。好，然后我们回一下笔，把这一缺口这里稍微回一下笔啊，回一下笔。缺口这里回一下笔，花型还要再调整的哈，亲爱的家人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花型不是最终的，就是即使说你刚开始画没画的太好，花型也是可以再调整的啊。沾一点三青，沾一丁点胭脂哈，一丁点胭脂，把这里加一个这个，加一点点红色吧，不要太突兀了，突然变浅了啊，突然变色了。好，来回一下笔啊。好，笔上现在有点干哈，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然后还是一样啊，这个三青再来一点点啊，三青来一点，然后其他红色也来一点，牡丹红、曙红都加一点，然后加胭脂哈，加胭脂。好，这里再来补一层花瓣。好，再来一点三青，来点三青，直接来一点胭脂，直接三青和胭脂，这一个花瓣要更深。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瓣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花瓣的一个走向。好，把这个花瓣加大，让它跟这边衔接上。好，我们再继续来调整啊，调整外形，调整外形。来，把底色重新再调一下，把底色重新再调一下。整朵花的这个层次变化还弄不清楚的朋友，还弄不清楚这个颜色的层次变化的朋友，一定要去看课程了，看基础课，
看基础课啊，看什么都没用，一定要看基础哈。好，这里再来调整一下，外形，直接把这边的花瓣加长，或者是你直接反笔哈，直接反笔去调整，蘸一点点三青。蘸一丁点这个三青啊，直接反笔去调整它的外形。一丁点啊，一丁点三青。来，咱们看一下这朵花的这个形状，感觉这里衔接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哈，没有衔接的太好，我们加一点点啊颜色上来，有些地方衔接过渡的不太好的地方，加一点点笔尖，加一点曙红，让这个颜色往上走一点点啊，往上走一点点。好，蘸一点点曙红啊，蘸一点点曙红。蘸一丁点曙红，把颜色往上来一点。好，我们再把这个看一下哪里还有没有不够完整的地方。好，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现在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给它画上，给它加上最深的颜色。好，花心加上最深的颜色，待会儿加上花心哈。是不是？哎，我站起来，现在站起来，感觉这里还要加一点点啊。所以说要站起来哈，调整的时候还是要站起来，不站起来看不到。不站起来看不到哈，这朵花就先这样哈，这朵花先这样。下面可以加一点花瓣吗？可以加一点花瓣，不加也行哈，不加也行，花无正形呢，不一定要加。花心我们先不画。